欢迎来到思维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但是又是很致命的问题哈。这个东西只要有1毫克在我们身体里面，就有可能导致癌症。这种毒素呢，很多家庭每天可能都在吃，特别是在我们华人家庭的厨房里面更是防不胜防它就是我们要讲的黄曲霉毒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朋友，请记得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给大家的免费的重要的健康知识。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黄曲霉素它到底是个啥它准确的讲呢，它的学名呢叫黄曲霉毒素 B1它是我们目前知道的毒性最强的天然致癌物。这个黄曲霉毒素 B1主要是由这个黄曲霉菌和这个寄生曲霉菌在潮湿的食物当中发酵产生的。那么它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第1类的致癌物质，尤其是容易导致肝癌在我们亚裔里面肝癌发病率很高可能跟这个是很有关系的2012年呢，这个《柳叶刀》的这个肿瘤杂志报道全球每年大概有2万人死于黄曲霉毒素引发的肝癌它主要是集中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这个黄曲霉菌它尤其耐高温，所以你即便是给它加热烹调它不容易破坏。第二个呢，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很小的量，1毫克就有可能致癌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不是说把它高温蒸发一下或者怎么样就会被破坏掉所以这点尤其要注意。在我们华人的餐桌上最常见的藏毒的陷阱是哪些呢？特别是有些食物你觉得它又天然又健康，但是呢它却是黄曲霉毒素的高风险的来源我们以前讲过一个这个视频讲花生那个视频很多人看显然对花生很有兴趣。我们也讲过坚果和瓜子，这些呢它们一旦发霉的话，就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你如果开封以后没有好好冷藏，就特别的危险在湖南湘潭有一家5口人，他吃自己呢存放半年的花生以后中毒家里2个人住院。那时候呢就查出了高浓度的黄曲霉毒素这只是急性的发作，那它的慢性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喜欢吃的玉米、糙米和五谷杂粮粉这些呢现在大家都追求健康嘛，都喜欢吃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些东西在潮湿的环境下，尤其呢容易滋生黄曲霉菌。第三呢，就是我们自己自制的发酵的食品豆腐乳、辣椒酱、酱油我相信可能还有一些泡菜是吧纳豆等等这些如果发酵不当的话，也容易产生黄曲霉菌在广东阳江有一位习惯自制豆腐乳的男性，他就罹患了肝癌。这医师判定可能跟他长期摄入微量的黄曲霉毒素有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食材摆久了也舍不得扔看到有霉的地方觉得刮掉就好了。在这个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就检测发现呢，外面卖的花生酱里面的毒素超标5倍以上这是2016年的一个检测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黄曲霉毒素属于一种湿毒和热毒，也是一种宿毒就在身体里隐藏很久的。如果体内的摄气重、肝气郁结、脾虚无力，就很容易让这个毒素在身体里滞留内生热化，然后呢导致癌变那么在台湾曾经有一个个案，40岁的男性经常口苦，舌苔又厚又腻大家判断这个舌苔厚怎么判断呢？
就是看它透明不透明。如果通过舌苔能看到舌头的这个肉啊湿质的这个颜色，那就说明正常；如果看不见就厚了。至于腻呢，那就看它不光是厚，而且呢还很油腻的感觉啊，光滑油腻的感觉啊，那就是有问题啊。长期呢慢性疲劳，这老兄呢又喜欢吃辣酱、夜市里面的熟食啊，所以呢肝脏的这个转氨酶也偏高。通过中药啊疏肝利湿、饮食调节呢，肝功能才有了明显的改善。2022年啊，中国中医药报曾经报道过，说这个湿热的体质啊，在夏季高温潮湿的时候，湿入毒素后啊，更容易造成胃肠功能的障碍和肝脏的损害。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不是吃了毒才有事，如果体内没有办法排出这些毒素的话，也会有问题哈。这种事情啊，理论上讲啊，不应该发生那么多，但是为什么这么容易发生在我们的家庭里呢？这跟我们的一些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哈。首先呢，我们一些朋友啊非常节省哈，在福建呢有个退休教师，他每次呢这个坚果啊在常温里面都存放半年以上，吃不完舍不得扔啊，这导致慢性肝功能下降哈。所以呢，这个传统的一些饮食习惯啊，自制酱菜、豆腐乳啊，如果控制不了这个温度和湿度的话，就可能成为一个毒素的温床啊。另外呢，现在47%的长辈相信啊，刮掉梅毒就能吃啊，特别是65岁以上的啊更常见啊。这个是人家消费报上调查的结果啊，这是不同年龄段的人他有一些观念啊。不是说没的东西刮掉了就行哈，所以呢，如果我们舍不得的话，表面上看是节省了，实际上呢是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那当然了，在经济上也会有更大的损失哈。这个黄曲霉毒素啊，它到底是怎么致癌的呢？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你知道以后啊，你也许呢就会更注意一些哈。这说起来有点这个太学术化，我就简单的讲，它主要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呢，跟我们的这个遗传物质 DNA 这个结合，结合以后呢，就导致了基因的突变导致了肝癌的风险，就这么简单它进到体内，跟我们体内的遗传物质结合在一起，导致这个基因的突变，然后呢诱发肝癌，就这么个关系。所以呢，这个特别是那些慢性低剂量的暴露比急性中毒更危险哈，因为人体不察觉，所以它长期呢损害我们的身体和免疫功能哈，所以这点上呢，大家一定要重视。所以我们这个建议大家呢，就是坚果的开封以后一定要冷藏，另外在3个月把它吃完每次吃呢，要检查它的气味，看它的颜色，要手要摸，所以呢，你一定要看到它这个有没有长霉。另外呢，你这些酱料这些这个坚果呀，这些花生你一定要标上你买的时间你时间久了就不能再吃了。还有呢，就是厨房一定要通风使用比较密封的罐子那房间呢再加上除湿器。所以呢，这个毒素是不是你刮掉刮不掉的问题，而是你看不见的这些分子毒早就渗透在食物里面了这一点呢对我本人来讲也都是醍醐灌顶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没那么了不起把这个酶冲掉、洗掉蒸掉、煮掉、刮掉就可以了，其实呢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从中医来讲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内沉，邪不可干。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肝气舒畅脾气健旺，肠胃通畅，毒素进去呢也没有办法影响你。当然呢，这不是鼓励大家去这个吃有毒素的东西，只是说我们一方面要预防，另外一方面呢培养身体的正气所以呢一方面这个通过这个营养抗氧化调节
培养我们的正气，那么同时呢避免这些毒素进到我们身体里。因为有的时候是防不胜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身体内在的这个免疫功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您的家中有没有这些问题呢？你是怎么样保存食物的你要不要提醒一下家人？请在留言区呢跟我们分享那么我们怎么样应该针对不同体质的人来强化我们身体排毒的能力呢？我们会在会员专属的影片中深入探讨3种容易中毒体质的一个辨别的方式，同时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疏肝利湿健脾解毒的养肝的茶饮配方同时呢加速排毒的2个中医穴位的教学，以及呢我们年长的朋友呢也能够接受的一种祛湿解毒汤的这样一个方子欢迎大家加入会员养成呢不让毒素安家的体质。舒淇思维健康的朋友都知道我每天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养生的知识健康的方法希望大家呢过更好更健康的生活。其实呢健康并不难，只要花几分钟时间关注身体的讯息，听懂它，从生活中做一点小的改变身体就会越来越好。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每天呢都会准时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点健康方面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您把节目分给你关心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走上健康的路看起来呢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谢谢您的支持，我们每天不见不散。